当俄国天才作曲家碰上法国时尚大师，他们会激发出怎样的浪漫与事业火花呢？1913年，可可香奈儿正努力建构 Chanel 时装品牌。俄国贵族作曲家 Stravinsky 于巴黎香榭丽榭剧院首度发表他的作品《春之祭》。在贵宾席上观看首演的香奈儿被他迷倒了，但其他贵宾却不能接受他的前卫风格。观众席中此起彼落的揶揄和嘲笑令 Stravinsky 大受打击。7年后，因俄国革命被逼流亡的 Stravinsky 变成身无分文的难民，他再次来到巴黎，重逢已是 Chanel 时装女王的香奈儿，两个才华洋溢的艺术家展开一段不为俗世所容的风流韵事。大家好，我是 Sherry，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现代俄国3大作曲家之一的 Stravinsky， 他的音乐和时尚教母 Coco Chanel 的爱情故事。古希腊哲学家 Aristotle 在德行理论学 Doctrine of Ethos 表现其著名的思想：音乐中模拟的愤怒和善与爱能引起人类有同样的情绪。好的音乐能令人清高正直，坏的音乐则令人邪恶，身心恐惧，引入歧途。Aristotle 与柏拉图因此建议年轻人慎选音乐。这席话推动了西方2000多年的音乐，不仅促使神乐的蓬勃发展，提倡理感平衡的启蒙与文艺复兴运动，还开启了西方和弦理论。当时的人寻求优美悦耳，因此大量运用3度与6度音程，而刺耳的增4度则被视为是魔鬼，遭到教会禁用。直到后来18、19世纪音乐日渐繁复，增4度、减7和弦等不再被视为邪恶音乐，而被作为高潮堆砌戏剧的好手法。这种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的道德思想一直跟进历史，从贝多芬的命运英雄首先令人震惊的手法，到后来浪漫派的崔斯坦与伊索德的床戏高潮，惊世骇俗的裸体又爱割头的恶女莎乐美，白辽士的幻想即兴曲中的飞舞女巫等，都是在打破形式与禁忌，以表现人性真实。虽说这些都在一个既定的曲式体系下，并且可被宽恕的范围内，但是 Stravinsky 写的《春之祭》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Stravinsky 是最伟大的俄国作曲家、钢琴家与指挥家之一。在他传奇的一生中，他的作品经历过3个不同的时期：俄国乐派、新古典乐派以及序列音乐。Stravinsky 早期的音乐生涯由俄罗斯芭蕾舞团团长 Diaghilev 撑腰，后者曾委托 Stravinsky 3部芭蕾舞剧《春之祭》、Petrushka 和《火鸟》。话说 Stravinsky 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俄国作曲家，由于《火鸟》与 Petrushka 获得高度欢迎，在大家万众期待中，他创作出第3部芭蕾舞剧《春之祭》，却在法国巴黎剧院首演时引起巨大争议演出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西方乐史中首次发生无法容忍并以暴力结束的音乐会，就是在1913年的巴黎上演。5月29日，香榭丽榭剧院内聚集了绅士名流、乐评艺术家，全为2大俄国才子作曲家 Stravinsky 和编舞家 Nijinsky 的新作《春之祭》慕名而来。当时的观众并不知道他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撼。在黑暗的音乐厅里，《春之祭》先由一阵悠扬的巴松管旋律吹起，缓慢自由，有印象派的影子，却又诡谲。然后在分歧多声部的木管乐器中，这股自由诗意逐渐堆起，几种旋律拼贴交集，音乐开始慌张不安，但瞬间又回到平静。终于，当齐奏的弦乐到达高潮时，幕帘突然掀开，舞台上呈现的是幅惊恐却不得避免的画面。一群身穿兽皮、脸色惨白的长老村民将一个少女围在中间，全体歪着头，僵着四肢，随着节奏剧烈的乐团陡跳出畸形怪诞的舞步。乐团一下子从木管旋律跳到弦乐，又从混乱中返回整齐划一却逐渐疯狂激烈的节奏。
起先仅能在座位中不安挪动的绅士们，如今终于受不了而夺门而出。某些人大爆粗口，反对高度文明被低俗野蛮吞噬；某些则报以掌声，并回嘘不懂欣赏的观众。就这样，舞台上演出了恐怖戏码，而台下则是摔椅子、打群架。剧院老板以开关大灯来控制场面，但失控人群早已无暇聆听。最后，大批警察入内维持秩序，整场首演才以灾难结束。为什么当时欧洲人无法接受《春之祭》呢？1903年，他们不早也看过莎乐美首演的裸体与割头场景吗？我想，也许是 Stravinsky 的表现主义太逼真，也或许他太高估文明人的包容力了。当时欧洲虽有无调性作曲家 Schoenberg、画家 Munch 等表现主义大师的窜起，但看惯优雅唯美的芭蕾舞《天鹅湖》、睡美人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欧洲人，怎么能将凄惨少女当成白雪公主呢？毕竟围在少女身边的可不是可爱的七矮人，而是要她死亡的异教长老。春之祭虽是演戏，但观众却被压在座椅上，被迫参与并目睹这场血淋淋的献祭。我更以为春之祭令人不安的真正原因，除了无法抽离台上的扭曲情境，其实是人们怕心中的虐待狂、暴力面与邪恶感被挑起，但他们不愿意承认。就连100年后的现代人看春之祭，都还是会引起反胃情绪。若说 Aristotle 后的1900多年都是一面倒的提倡真善美，从教会到文艺复兴、巴哈、贝多芬的英雄、快乐颂，到肖邦、舒曼等提倡和平博爱、四海兄弟与人权浪漫的价值，那么春之祭才算是当代少有以丑陋探讨德行理论学的观点。也许 Stravinsky 和 Nijinsky 想表示，好音乐能引起好品性，但暴躁混乱的音乐、丑陋不堪的舞步，不见得会引人恐惧，走向邪恶。他们期许世人能以更成熟包容的心来看待艺术中的坏、丑陋、诱惑，因为这才是真实。1920年 Stravinsky 因为俄国政局不稳，在6月8日搬离瑞士到巴黎。当时经济状况不佳的他，希望能在巴黎找到负担得起的住处。其实在1913年春之祭的首演时，香奈儿就非常欣赏 Stravinsky 的音乐天赋。7年后，香奈儿大方邀请走投无路的 Stravinsky 一家居住到他的别墅，朝夕相处的两人终于爆发禁忌的恋情。这部片的故事取材更胜另外一部香奈儿传，原因是这部电影的剧情围绕着2个独断的艺术家，并做了很有意思的对比。成功并热爱交际的香奈儿与 Stravinsky 的阴暗深沉简直是南辕北辙，但是香奈儿却大被 Stravinsky 的音乐才华着迷，并引诱他发生关系。干柴烈火最后并不能使犹豫不决的 Stravinsky 做出决定，他始终摇摆于对妻子家庭的愧疚与情人香奈儿的暧昧恋情。最后，香奈儿自行斩断与 Stravinsky 的关系，但却大方赞助他日后春之祭续演巡回，并为他设计舞剧戏服。据知，香奈儿的赞助金额高达30万法郎，让俄罗斯芭蕾舞团能够再次演出春之祭。而这第2次正式演出于1920年12月也大获成功。正因为春之祭有香奈儿的鼎力相助与资金挹注， Stravinsky 才能摆脱当初首演失败的恶名，进而在日后逐步受到肯定，成为传奇作曲大师。香奈儿的贡献的确功不可没。虽然 Stravinsky 否认他们2个的恋情，但是 Stravinsky 写给香奈儿的情书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香奈儿曾经在1946年与他的自传作家巨细靡遗地描述2人的恋情。以下这份 Stravinsky 写的情书可以看见：伊国的额头残留香奈儿的胭脂，失去了芳香甜味，迫不及待等着精致的香味，添加自己亲吻的美好回忆。从火热的双唇，香奈儿火热的双唇也叫做可可，
亲爱的可可，这是神圣经文，用法文呼唤你。香水的礼物，在6月18日的生日，来自你忠实的伊果。与另一部香奈儿传电影比较，那部散发有趣的香奈儿魅力，比较来自一种有独特的孤儿 feel。而这部香奈儿的情人充满着自然的森林气息，让 Coco 与伊果的世界摆脱世俗，回归天与地，大自然成为经典创作力的原始养分。而电影配乐的精湛自然不在话下了，由春之祭的巴松馆开场，也以它结束。我认为百听不厌的春之祭迷人之处，正是在于这支巴松馆。虽然我们都知道后面将发生一连串毛骨悚然的暴力音乐，但是人们还是着魔似的跟着旋律一直走下去。电影中不断出现的大地绿草也令人印象深刻，阳光普照的树林大地，好像就是在暗喻两个人的大胆激情可以被春天气息原谅或稀释，导致一切激烈后终究回归平静。片尾的巴松馆再度出现时，像牵住两人的情缘，自由缓慢却也过往，最后在音乐又要爆发前，它飘得烟消云散。